一部剧评分只有5分左右，最高热度却没有突破平台的关键门槛。可是他却拿下了2026年电视剧市场最让人意外的一个称号——年度招商冠军。他就是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这一秒过火》。这到底是一部成功的剧，还是一部口碑不够、商业来凑的特殊案例？为什么观众一边吐槽剧情，一边却让品牌疯狂买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秒过火》播完之后，真正让行业震动的数字。如果只看观众评价，《这一秒过火》其实并不算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大爆剧。开播之前，这部剧确实拥有非常高的期待值。张凌赫在逐狱之后，正处于事业热度不断上升的阶段，王楚然也一直拥有很高的话题度。再加上民国题材、虐恋设定以及原著本身的讨论度，所以这部剧在上线之前就已经吸引了大量关注，甚至在正式播出之前，预约人数一度超过1000万。按照很多观众的预期，这样的数据似乎已经预示着一部超级爆款即将出现。但真正开播之后，事情却没有完全按照大家想象的方向发展。这一秒过火在内容层面很快出现了大量争议。有人认为剧情节奏太快，人物情感铺垫不足；有人吐槽开头出现的 AI 元素；还有观众认为整部剧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短剧化长剧感觉。再加上比较厚重的滤镜以及不断快速推进的剧情，让不少观众感觉人物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故事就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而到了大结局，争议更是直接冲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这部剧最终走向了非常明显的悲剧路线，慕容清逸和任素素的感情在不断错过、误会和命运推动之下，最终没有迎来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结局。甚至可以说，这部剧把 BE 美学贯彻到了最后。但就在观众讨论剧情到底好不好看的时候，另外一组数据却让整个行业开始重新审视这部剧，那就是广告，而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广告，是直接冲到了2026年年度第1的位置。根据播出后的相关统计，这一秒过火一共33集，在爱奇艺平台上，整部剧广告总时长达到2399秒，平均下来每一集大约72.69秒。而腾讯视频方面，广告总时长达到2424秒，平均每集73.45秒。注意，这两个数字代表什么？也就是说，在2026年截至目前的电视剧作品中，这一秒过火在2大平台的广告时长都达到了年度领先水平。更夸张的是，它并不是只拿到了一个第1，而是直接拿下了多个招商相关榜单的第1。在爱奇艺方面，这一秒过火拿下了多个单平台招商冠军，包括平均每集广告数量、平均每集广告时长、单集广告数量、广告总数量以及爱奇艺平台广告总时长等多个指标。而在腾讯视频，这部剧同样表现得非常强势，合作品牌数量、单集广告时长等指标也进入平台第1。如果把视线扩大到整个市场，结果更加夸张。这一秒过火拿下了4项年度第1，平均每集广告数量最多，平均每集广告时长最长，广告总数量最高，广告总时长最大。也就是说，这部剧虽然没有在热度榜上成为绝对王者，却在广告招商榜上直接杀疯了。这也是为什么它最终被称为2026年度招商冠军。而真正让人吃惊的还不只是这些。如果只统计2大平台，这一秒过火总共出现了389个广告位，其中爱奇艺203个，腾讯视频186个，2大平台加起来接近400个广告投放点。对于一部33集的电视剧来说，这种广告密度确实非常夸张。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观众觉得这部剧存在不少争议，品牌却依然愿意花钱？答案可能就在张凌赫身上。因为品牌投资一部电视剧，并不完全等于投资这部电视剧的口碑。品牌真正关注的是演员的商业价值、粉丝购买力、曝光能力，以及作品能够带来的传播效果。而张凌赫在逐狱之后，商业价值正在明显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曾经与逐狱合作的品牌，在这一秒过火中继续出现。这意味着什么？说明品牌方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他们看到的是张凌赫不断累积的市场影响力。竹玉的成功为张凌赫带来了热度，而这份热度又进一步转化成了品牌对下一部作品的信心。所以这一秒过火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观众评价和品牌评价竟然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观众说，剧情有争议，节奏太快，滤镜太重，结局太虐。但品牌说，曝光够不够？演员商业价值够不够？粉丝市场够不够？答案显然是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部最高热度没有突破平台核心门槛的作品，却能够在招商方面创造如此惊人的成绩。数据显示，这一秒过火在爱奇艺的最高热度为8228，腾讯视频最高热度则达到24506。这两个数字虽然并不低，但距离很多观众心目中大爆剧的关键节点依然存在差距。爱奇艺没有突破1万，腾讯视频也没有突破3万。所以，如果单纯按照平台热度判断，这一秒过火显然还不能被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超级爆款。但是如果按照商业成绩判断，它又确实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一边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热度，另一边却是年度第一的招商成绩；一边是豆瓣评分在5分左右，另一边却有超过20个品牌提前入局。甚至有相关统计显示，这部剧在正式播出之前就已经获得大约 1.2 亿元人民币的招商金额。从美妆、饮料、乳制品到药品、电商等不同领域，品牌覆盖非常广。这说明至少在开播之前，市场对这部剧的商业预期非常高。而且这种现象也折射出了2026年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一个重要变化。过去我们评价一部剧最常看的是什么？收视率、播放量、平台热度、豆瓣评分、口碑。但现在商业价值已经成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一部剧不一定要做到全民爆款才能让品牌赚钱，只要演员拥有足够强的商业号召力，作品拥有稳定的话题度，粉丝群体能够产生有效转化，那么这部剧依然可能成为品牌眼中的优质项目。这一秒过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它可能没有成为观众心目中的年度神剧，但它却成为了品牌眼中的年度优质招商项目。而这背后，张凌赫的个人价值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竹玉之后，他正在逐渐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作品热度、角色讨论度、品牌合作以及商业曝光开始形成一种循环。一部作品带来热度，热度提升商业价值，商业价值吸引更多品牌，更多品牌又反过来增加作品曝光，这就是娱乐圈非常现实的商业逻辑。当然，这一秒过火也并不是没有遗憾。如果它的剧情口碑能够同步提升，那么现在的商业成绩很可能会拥有更强的说服力。可惜的是，剧情争议、AI 开场、短剧化叙事、滤镜以及 BE 结局都让这部剧始终处于争议之中。甚至到了大结局之后，剧方还推出了 IF 版本，给观众一个相对圆满的另一种可能。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说明了观众对于慕容清逸和任素素这段感情依然存在很强的情绪需求。大家可以不满意正剧结局，但大家依然舍不得这个故事。所以这部剧最后留下的可能不是年度爆剧4个字，而是另外一个更加特别的标签——年度招商冠军。它告诉我们，一部电视剧的成功从来都不只有一个答案。有人看热度，有人看口碑，有人看评分，而品牌看的是商业价值。这一秒过火也许没有完全征服观众，却成功征服了招商市场。而对于张凌赫来说，这或许才是这部剧结束之后最值得关注的信号。因为热度会过去，剧情争议也会过去，但是当越来越多品牌愿意用真金白银为一个演员的商业价值投票时，这份成绩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那么你怎么看这一秒过火？如果满分10分，你会给这部剧打几分？你觉得它到底是口碑失守的商业爆款，还是热度不足的招商神剧？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中国娱乐圈故事，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